我们接着上期讲吧。现在我来到另一个地铁站，叫 Cottbus Tor。这地铁站里面还是挺干净的啊，不得不说。现在大概是早上5点40分左右。它这个地铁站应该也有点历史了。你看它的那个天花板啊，是裸露的，看得见那个水泥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修饰。早上人很少，几乎没人，空空荡荡的啊。但是里面刚才说了是比较干净的，让我有点感到意外。不过呢，这是好事，因为脏的不行的话，真的没法看。就像前面上一集咱们说的啊，而且它的铁轨啊非常干净，几乎没有垃圾。那里有个小卖部，这应该是全天营业的。这个人呢来买东西，这个人他不是德国人，因为他们讲的估计是土耳其语。柏林呢，土耳其人不少，他们可能是土2代、土3代了。目前因为凌晨嘛，或者说清早，所以车次比较少。好，说曹操就到了，这车来了啊，等一下就上去，然后我坐2站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然后我想走出去拍一下。这一带呢，我现在来这一带可能就是中东的移民比较多一些，车厢也是挺干净的，我感觉比纽约的地铁干净。我进来之后呢，看见那个月台上面呢有人，那个人等一下我们再看，这是我拍车厢里面啊。对，就这个人，我觉得他鬼鬼祟祟的，你看还那个抽烟，这里面其实不准抽烟的，他也抽烟。然后呢，到另外一个站停了一下，我看见有个人呢躺在那个地方，好像也是无家可归一样。他的长相有点像那个阿拉伯人或者是土耳其人。有家也可能也不想归，也不一定啊，我们是猜。好，到了这个站了，我就下车了。这是个大站，叫 Hammond 街，上去。这个站呢，其实站里也不算脏，还是蛮干净的。这个扶梯看上去还可以。好，出来呢是个比较大的广场，然后我们看看到底广场它这风景线怎么样啊？因为现在早上没人，所以空空荡荡的，有点像战后的被炸过的感觉一样。你看这车也是歪七八倒的啊，对吧？有的车轱辘都没了，被偷掉了，或者有的那个车轮被打扁了。那是出租车。然后这广场呢，也我觉得没有什么美感啊。大家怎么样啊？反正我觉得没什么美感，树也不多，然后呢，到处都脏兮兮的样子。然后这花圃呢也没有进行很好的维护，对吧？那个草的半死的，然后没有一株的花，然后你看全部都是垃圾啊，真的让人触目惊心。我觉得是不是今天这画面有点出乎你们的意料呢？你们原来想象的德国的首都可能不会是这样子吧？你看这衣服都在地上了，你看这车轮也被打扁了，呵呵，是不是有点像战后的样子一样？一点都没有那个整理的样子，对吧？好，这自行车倒停了不少，然后就只有个别人在这个广场上走，这估计呢可能也是去旅行的人吧。树不多，然后花草更不多，全是石头啊、垃圾啊，还有这种鸟啊，这鸟的叫声也是很凄惨的，有点像乌鸦一样，可能是德国的乌鸦吧。
然后我就来到了广场的另一个尽头了。我们看看这边怎么样？看来垃圾啊都差不多吧，到处都有。这个乌鸦在捡食，估计啊寻找吃的东西。然后这是花圃，可能被人砸烂了、砸坏了。你看这一株什么树啊都死掉了，然后就是地上的垃圾，真的像战后的样子，对不对？这是原来刚才我们看有玻璃墙幕的，是原来德国一家很有名的连锁百货商店，叫 Karstadt。好像现在很多地方也倒闭了。这是被人打碎的玻璃，也是那个散落一地。然后这花圃你看变成了这样了。这估计是个卖什么饮料的，现在关门了。这是厕所，也不开放，现在公共厕所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想过街去，现在是红灯，所以不能过。等一下有那个急救车过来，就是灭火的车，所以它可以禁止往前走。后面又跟了一辆消防车，这是急救的这辆，可能发生了什么火灾吧。好，现在我就穿过这个街，然后呢往前走。这一带呢，前面好像我说过了，就是中东的移民比较多一些。其实整个柏林中东人都不少，但这个街区呢人就比例比较高，也是没打扫的。反正就是德国呢，它那个整个城市的那个清洁的维护，肯定是赶不上中国的。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，大家看好多垃圾对吧？这个是一个公交车站，在上落站啊，在这里停那个等车的地方。然后也是到处的垃圾，我就想到了啊，因为在德国不是有比较好的福利吗？然后呢，政府花咱们纳税人的钱把这些人养起来，这些懒汉不想工作的也可以得到福利。那我就想了，应该跟中国学学啊，对吧？就是说，你给这些所谓的懒汉失业的人，给他们去街上做清洁工呀。给他们发工资啊，对吧？不要发那么高，比最低工资高一些，让他们去干活呗，免得他们在街上无所事事，然后呢喝酒、变酒鬼、抽烟、吸毒。目前德国就这样，所以这福利过于优厚，其实对这个整个社会呢是害处大于好处的啊。你看这垃圾。所以我觉得这点中国做得不错，中国的清洁工很多，也是政府呢创造就业机会的一个门路，就是少让人失业，然后呢让每个人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挣一份钱，这总比国家这种发福利的更好一些。我认为啊，发福利就是养懒汉、养懒人、烂人的一种制度。我很多次说过啊，我是完全同意，就是国家对一些弱势群体要进行扶助，但是呢，并不是说有手有脚，他本可以去工作，但他坚决不去工作，然后国家还把他们养起来这种制度，德国就是这样这种制度，这种烂的制度，所以我就觉得不好。这福利呢太过于宽泛了，然后呢花的那个纳税人的钱又特别的多，这个你看这个牌子上面还有个巴勒斯坦的那个国旗的那个贴纸。估计呢，这些人有不少人呢是同情巴勒斯坦的。从这种小事情呢，可以分析出来，就是有些人他们的内心怎么样。右边这家呢是一家小型的超市，大家看那个词就知道了，它跟英文词很像，英文词中间多了一个字母 e， 这德国的德语词超市呢是没有那个 e 的。德语发音是 supermarket， 英语发音是 supermarket。好，我们从这条街呢往前走吧，往里走吧，也是挺脏的，好多垃圾。
然后这些共享的脚踏车、踏板车也是放得东歪西倒的。这种左边是变电箱啊，这个灰色的东西也是好多涂鸦。破鞋也在街上了。这家幼儿园你们敢相信吗？幼儿园周围的环境竟然是这样的。幼儿园还是小学？小学，对不起，是小学的意思，没注意看刚才。这小学之内，你看里面也是很脏的小学啊。周末也不是小学里面脏的那个原因啊，对吧？我觉得学校要给孩子们做榜样，就应该特别的干净才行。然后出到校园之外，然后看到这样的景象，我认为对孩子的心灵是一种污染。这是居民区居民的楼，你看里面啊，这个是个门铃。好，我们沿着这个往前走吧，人行道啊。到处都是那个干的树叶掉下来，加上垃圾，就显得特别特别的脏。至少我认为是很脏的。也许我有洁癖还是怎么样，我反正觉得德国的城市一般都很脏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？你们觉得这是脏还是干净啊？然后你看这种垃圾也不知多久了。我不认为是周末才那么脏，应该是平时也是差不多。因为像这些东西不可能是周末这2天才在这里的，对不对？还有像这些那个涂鸦呀，这1992年的那个年叫年什么，我忘记那个词了。当时克林顿他们夫妇的图片在那儿。年鉴是叫年鉴吗？一本书就讲那年呢，从1号到31号。从1月1号到12月31号发生的全年的大事，那种大事记年鉴，应该是可以这样说吧。好，继续往前走。这是一条比较安静的那个居民的街道，偶尔有一些那个小的店，但是呢，可能主要是居住的为主。平时应该是几乎没有人打扫的，我估计。这是电的那个自行车，共享的。柏林，大家看那个车牌就知道了 ，B 就是柏林的缩写。这种车是德国环保主义分子特别喜欢的，而且特别贵，因为里面呢可以装2个小孩，也可以装很多的货，甚至4个小孩都可以。可以装货啊，人货都可以装，又很环保，所以呢是绿色积极分子、绿色恐怖分子们的最爱。在德国，我估计呢要4000欧元左右一辆，也就是人民币3万多块，这样一辆这种人力自行车，人货混装的车。这是垃圾箱在空中的，这是街景。其实它的房子外观还不错啊。有一对情侣刚刚分手在这里，告别不是分手。分手听起来不好听，应该是告别。这是一个服装店。我刚才不小心弄了那个触摸屏啊，所以它突然就放大了它的倍数。就是拍摄的时候不是可以放大缩小吗？它突然可能是5倍了，所以画面不稳定。这条街道应该是大的街道，有很多的店。现在关门了，也是一个人都没有。现在特别的寂静的可怕啊！有2个人，这2个人也有点不太正常一样。好，再往前吧。这里好多的鸽子啊！鸽子竟然跑到马路中间去了。就说明那个车很少，车流不多。他们到街上去、路上去觅食。刚才那个是德国的出租车，都是奶黄色的。所以我就想啊，就是如果德国的这种福利政策能够改革一下，
少发那个福利给那些懒人，然后让他们上街当清洁工，我觉得能够很大的改观德国这种卫生情况。因为目前看来真是太脏了，至少我认为很脏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。前面呢，那个又是地铁口了，因为我走了一圈了嘛，就是地铁的入口出口，大家看跟咱们中国的地铁不太一样。中国地铁出口好像要比这里高大上，它这种出口啊，地铁的口跟纽约的特别像。去过纽约的，你们同不同意？这里比纽约地铁口更大一些，但是它的结构是很像的，就是在那个地面呢挖一个口，然后呢就进去了出来了，就这样，它是跟地面是平的啊，没有台阶，就是说到地面之后，这里呢是没有台阶，它是平的。哎呦，你看这些烟头啊，乱丢烟屁股。你看这酒瓶啊，玻璃瓶也故意摆，被那个摔碎了，所以还是很危险的。特别是穿什么拖鞋的人啊，或者晚上黑的话看不见，突然如果是一脚踩过去，就特别危险。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在德国不要穿拖鞋，至少要穿一个运动鞋那种吧，对吧？这是地铁站的另外一个入口，叫 Hermannplatz。Platz 呢就是广场的意思，赫尔曼广场。好，这里呢这个入口那就太脏了，你看这个门被各种的贴纸。这是一个那个应该是咖啡店，小型的咖啡店，你看就知道了。或者卖零食的，他也兼卖咖啡。烟屁股真的好多啊，随便乱扔烟头在德国很普遍其实。然后有些白色的点呢，就是吃了口香糖之后吐出来的，在地面上踩呀就变成这样了。我发现科隆的口香糖这种疮疤要比那个柏林更多。我刚才是从中间这个屋出来的啊，这是地铁的出入口，相当于我走了一圈了，360度，又回到原点。360度，说360度，我老想起了德国的前那个外交部长那个女的，那个蹦床运动员贝尔伯克，他说的360度的变成了他经典的语句之一啊。这个应该是易装者，刚才这个她不是真正的女的，手上拿着一束花，可能是她的男友送给她的吧。好，就又回到这里啦，等一下又下去看看地上，其实很多很多的烟头，又下去。你看窗台也放着好多垃圾啊，真的不敢想象啊，这个素质。呵呵，然后台阶上的垃圾也不少，但是总体来说，卫生状况呀，这个地铁站是不错的，朋友们。跟中国当然是没法比了啊，我是说跟德国其他的地铁站比，这个地铁站卫生状况已经是可以说是标兵了啊，是榜样了。然后站台也挺干净，下面铁轨呢也没有什么垃圾。这3个人，右边的3、4个人，他们是应该酒鬼什么之类的，在喝酒。德国真的喝酒很普遍，在公共场合。哦，这里有点卫生死角，这里也有也有垃圾。注意看的时候，真的也发现了，真的垃圾也不少。我原来进来的时候觉得挺干净的，然后你注意看的话，就发现确实有不少的垃圾。这是那个拍照的那种机器，拍证件照啊什么之类的。因为我要等车，所以无聊，我就拍拍这个地铁站吧。这地铁站他们因为我认为可能是有点历史了吧，所以比较低矮。
但是它那个天花板至少呢是有装饰的啊，有粉刷的，不像原来咱们节目的开始的时候，它那个站确实是裸露出来的。这叫赫尔曼广场站。然后地面的卫生情况还达标吧，不算差。灯光也算明亮，比纽约地铁站我认为好多了。但是德国地铁站、轻轨也一样，它都是没有安全这个隔离带的啊。就是说，如果有人推你的话，比如说车刚进站，有人从后面推你，那你的小命肯定就没了。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。所以你们在这里生活的人呢，或者来这里旅游的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啊，不要太过靠近，站在那个旁边，也要用你的左眼右眼用余光看看有没有人在你后面。你看他们在这里有两个维持治安的人，他们不是警察，是维持治安的。那个男的又在喝，你看对吧？有3个酒瓶在那儿，应该是中东人，不是德国人，看外表。大家看到，在这个公园里面，我回来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呢有这个场面，这应该是无家可归的或者什么人，然后他在那里，你们也知道他干嘛对吧？我就不说了。我是偶然看见的，我觉得我应该拍下来，不是要揭丑啊，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国家对弱势群体的那个保护或是关怀，我认为不够啊。